Hello， 大家好，我是怡元，今天就是做酒吧账号的介绍了。为什么会突然介绍他的账号呢？因为太多人私信我了，私信我什么东西呢？就是问为什么酒吧他要离开960，为什么要跑到2489？因为我也是可以操控酒吧账号的关系啊，所以问我的人会比较多。然后我不懂酒吧他自己的账号有没有被多次骚扰啦。但是今天那个影片呢，除了是介绍他的账号之外呢，也是顺便跟大家讲一下啦。那酒吧本人给出的原因是因为他想要去越南喝酒。没错，你们听起来这个理由是很离谱的，但他真的是这样子讲的。因为他之前呢有去过越南线下聚会，像之前的影片我分享的时候就跟大家讲过，那时候刚好960跟2489在打这 KVK， 然后2489他们是直接包下了整个电脑室，然后直接在电脑室那边打黄庭。哇哦，那个氛围是真的很好。相信酒吧应该也是被那个氛围给吸引到了，然后也是觉得他们人确实是不错啦。因为酒吧其实他有跟我讲过，他也是希望在每一次2489打 KVK 的时候就过去越南那边跟他们聚会啊，跟他们一起玩。那当然每个玩家都有自己的想法，不管他们要移民去哪里呢，我们都要尊重啦。不过我个人觉得比较大的理由是因为960匹配的问题。那其实我手头上的那个账号呢也是酒吧的账号来的，那他两个账号同时都在960，然后960的最大问题呢就是一直匹配失败。就比如说直到上次匹配结果出炉为止呢，其实960这一次报名已经失败了3次，一直匹配不成功，一直找不到对手。那如果是你自己拥有两个账号，一直被困死在一个王国，一直匹配不成功的话，那你还会想要继续玩吗？也就是说，其实酒吧他还是留在960的，就是我那个账号其实就是他的账号来的，就讲他人其实还在960，他只是把他另外一个账号移民过去2489。那如果刚好两个账号的 KVK 时间是错开的话，就可以让酒吧他一下子就在960打，一下子就在2489打。当然也是会遇到一个问题啊，就是当960跟2489在同一个地图的时候，那么就麻烦了就会上演像之前 Genie 或者是 Mac 的情况这样子，两个人在960跟2377都有账号，两边都要自己打自己，所以把两个账号移民去多个王国其实是很危险的，除非他们的等级不同了。那其实现在2489的等级已经下到差不多 A 组的能力了，所以他们匹配的成功率呢应该是比起960还要更高的。那会不会跟960碰面就不清楚啦，因为下一次报名跳出来的话，有可能960跟2489会在一起，但是960应该会到强制报名的阶段了，但是2489还没有到强制报名啊，所以有可能还是会错开的。这些另外一个原因啊，比较多人说是奥西里斯联赛的问题啊，我觉得占一小部分吧，因为就算60 GT 他们输了奥西里斯联赛国际服的，那其实他们在全球巅峰赛依然还是可以报名的，因为他们的战力还蛮高的。不过我觉得联赛所占比的原因呢，只是小部分而已啊，不是很大一部分为什么酒吧要移民的原因。OK， 那么就是接下来要分享酒吧的账号了。那酒吧其实有一个称号就是建塔之神那其实严格来讲呢，酒吧不是第一个去使用远程的玩家，但是他应该是第一个把远程做到最极致的玩家。怎样极致法呢？我们来看他账号就知道了。那其实这个画面是在他离开960之前我所录制的画面，因为我想要看他现在跟之前在王国里面的能力是相差多少。那你们可以看到他在960的时候，他的装备军器都是已经超越了大多数960的玩家。你们要知道960玩家的质量都是很高的，但是你们可以看他这里的数据，他的军器是超越了960 100%的玩家你们就知道有多夸张了。不过装备方面还是少了一点点啊，它是超越了960 99.9% 的玩家。毕竟装备已经存在很久了，所以有比较多的车头啊、住房车头或者是机械车头，他们的装备会比较好一点，所以它这边稍微弱一点点是正常的。但其实酒吧在960的时候已经有2个赛季了吧，都是住房车头啊，所以他这个账号其实也是可以住房的。
至于它的资源跟加速呢，其实它的资源本来还要更多一点因为我这个画面是在运送资源的途中呢，就帮他拍了这个画面，所以你们看到它的资源是稍微少了那么一点点。至于加速方面呢，因为我们上一次 KVK 是跟2377决斗的关系其实已经消耗了很多的加速。它原本的加速好像有差不多7000天了，如果没记错的话，就是打了那一场 KVK 之后耗损太大了，它现在的加速剩下3000天而已。那应该在之后会慢慢恢复了。接下来就是介绍它的装备还有军器了。那你们可以看到在排行第一个的就是它的远程统帅，它的装备是全部都已经觉醒5了。那我相信大多数玩家应该没有像他这么疯狂就连远程的装备都全部做到觉醒5。至于戒指只是觉醒3而已不过他有说过他打算把这个戒指换掉变成马鞍，因为终极伤害会有提升有回血嘛，所以他打算换成那个装备。如果没有意外的话，他应该也会把那个马鞍做到觉醒5我不确定到底有多少个玩家会把远程统帅的装备全部弄到觉醒5但是这个远程第一人呢，真的不是开玩笑的当然不只是装备而已，他就连远程的军器都有4个专属。那其实他的3维数值不是很漂亮啦，他之后应该会再重新洗过。这个就是他的远程装备还有军器。接下来就是轮到骑兵，除了饰品之外也是全部已经觉醒5了，然后他的军器呢就稍微比较差一点点但是他另外一道骑兵其实是有专属的。诸葛亮的装备就是4个觉醒5 2个觉醒2。至于军器方面呢，就可以看到有4个专属，但是它的3维也是不太漂亮。步兵装备就是2个觉醒5 4个觉醒4，这个步兵也是有4个专属铭文。所以这边我们看到16只的已经有3套了，接下来到另外一个骑兵了，4个觉醒4 1个觉醒3 1个觉醒2，然后它的军器也是有4个专属铭文。下一套工兵的装备就是全部觉醒5除了饰品之外，但是还有曼缪军器，另外一个远程的装备就没有这么好，但是它的军器还是有2个专属 2个专精1个普通。第二套的步兵也是全部专属，但是觉醒的会比较少一点。至于军器方面呢，也是有2个专属 2个专精1个普通。第三套工兵只有3个专属，但是觉醒也是比较少一点。军器方面的话就没有专属了，这一次是2个专精2个普通。第3道骑兵装备就只有1个专属，然后觉醒也就只有1个而已。但这个是不同阵型3线阵它是有4个专属了，所以就说他偶尔会换装备啦。再来就是图拉真，这个是领袖装备，没有专属，只有1个觉醒。军器方面就不太好，因为是斜线阵。那装备的话后面就没有多少统帅有装备了，但是他军器还是有的，像这个远程就有3个普通1个专精，然后崔营这边呢是用圆形阵有3个专精，3维也算 OK。 至于另外一个艾莉诺的军器呢也是差不多，但是这个没有铭文，稍微差一点点。最后就是菠萝头啦，它是用方形阵，各个也是用方形阵但是这边的铭文就没有这么好。最后布迪卡我觉得他是忘记把那个军器拿掉，但是他的军器太多，所以我觉得他拿不拿也无所谓了大概是这样子吧。98的账号，那么究竟98账号到底有多少个专属铭文呢？这边我帮大家筛选出来了，其实它有24个专属铭文。24个，你们知道有多离谱吗？那我那个账号好像也就只有10几个吧，不到20个而已我不确定98这个账号的专属铭文是不是最多了，但是之前我有说要跟 Prodigo 做访问，那他说你还不如去采访98的账号，因为他的账号比 Prodigo 账号还要更好。那就连他现在已经移民到289了，但是他的装备跟军器呢依旧还是超越100%的玩家军器，还有超越99.9% 的玩家装备。那么以上就是98的账号介绍了。至于各位在看了他的账号之后有什么想法呢？可以在评论区给我知道。我们下个影片再见。